on, UHF! Don't stand in front of it! 女朋友不小心出意外，只剩下一颗脑袋了怎么办？那当然是赶紧把她复活喽！不仅要复活，还得给她组装一具最完美的身体。至于那些缺失的身体部件嘛，就从妓女的身上去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叶周清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脑洞大开的电影《科学怪迹》。Jeffrey 是一名性格古怪的辍学医学生，他有一个温柔体贴、美丽大方的女朋友伊丽莎白，两人很快就要结婚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伊丽莎白却不慎出了意外，被割草机搅成了碎片，浑身上下只有一颗脑袋还算完整。自他死后 ，Jeffrey 伤心欲绝，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整天闷在房间里写写画画，设计着一具人类躯体。Jeffrey 的母亲不忍看儿子如此消沉下去，他劝 Jeffrey 往前看，多出去走走，还提起了一名对他很感兴趣的收银员女孩。对此 Jeffrey 嗤之以鼻，他不想要什么收银员女孩，他只想要伊丽莎白。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伊丽莎白才是那个真正包容他、理解他、体谅他的人。送走母亲之后， Jeffrey 鬼鬼祟祟地来到一处隐秘的房间，他打开冰柜，从紫色溶液中捞出了一颗头颅，这颗头颅正是来自他的女友伊丽莎白。 Jeffrey 把头颅摆在桌上，郑重其事地给他讲起了自己的复活计划。2天后将会有一场暴风雨来袭，届时他会利用暴风雨的雷电将伊丽莎白复活。说到这里， Jeffrey 突然变得有些兴奋，他拿出一沓性感的裸女照片，每张照片上都贴着伊丽莎白的头像。他知道伊丽莎白一直都对自己的身材不太满意，所以他打算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给伊丽莎白替换一个满意的身体。但上哪才能获取这样一具身材性感的尸体替换给伊丽莎白呢？Jeffrey 非常苦恼，为了想出解决办法，他拿出电钻给自己的脑袋来了一发。钻完之后，他开窍了，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直接去找妓女不就好了？他需要女性人体，而妓女不正是一群出卖自己身体的人吗？说干就干 ，Jeffrey 乔装打扮了一番，来到妓女群聚的地方。很快就有一个妓女迎了上来， Jeffrey 骗她说自己要开一个选美派对，需要一群身材很好的女孩子。于是妓女就把她的情况汇报给了地头蛇佐罗，佐罗接下了这个大单，并随手赏了妓女一包毒品。 Jeffrey 对这一幕印象深刻，与佐罗商谈完时间价格后， Jeffrey 开始自制一种超级毒品作为杀死妓女的手段。凡是吸食了这种毒品的人都会爆炸而亡，且毫无痛苦。这时电视里刚好有一个胖女人正声嘶力竭地控诉着毒品毁掉了妓女。 Jeffrey 兴奋地附和着她，并为自己制作的超级毒品而沾沾自喜。然而下一刻，他忽然看到电视里的妓女变成了伊丽莎白。 Jeffrey 瞬间惊醒，他似乎是做错了，可事已至此，他又怎么能够轻易停下呢？于是他赶紧拿出电钻，又给自己来了一发。钻完后，他神清气爽，一切似乎都通顺了。I mean, it's not like I'm committing murder. I'm not killing anybody. The crack is what's going to kill them. Hell, it's killing them already. I'm just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that's all. I'm not shooting anyone. I'm not stabbing anyone. I'm merely going to place a lethal form of crack in their presence. They don't have to take it. Nobody has a gun to their head. If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they can...Just say no. 想通这些之后， Jeffrey 心安理得地来到旅馆。由于他支付的价格仅够他在这些妓女里选出一个心仪的女孩子过夜，之后其他的妓女都要准时回去，所以 Jeffrey 只能抓紧时间比较妓女们的身材。他一身医生打扮，妓女们还以为他要玩角色扮演，都表现得非常配合。可妓女们的身材一个比一个火辣， Jeffrey 眼睛都跳花了，也没能选出最美的那一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妓女们催促他快点做出选择，选不出来就赶紧给钱。 Jeffrey 一听就有些火气上涌，他直接把包丢给了妓女，让他们自己拿钱。在找钱的时候，妓女们发现了包里的超级毒品，这下可不得了了，所有的妓女都疯狂了。 Jeffrey 想阻止都来不及，明明他只是想选出一个最心仪的妓女杀死，结果现在一群妓女都吸嗨了，场面逐渐失控。很快就有一个妓女感觉不对，她的身体燥热难当，下一秒竟然直接炸成了碎片。随后其他的妓女陆续爆炸，恰好在这时佐罗也赶来接他的妓女们回去，可刚一开门就被妓女飞射而来的头颅给砸晕了。等浓烟散去，露出满地残肢， Jeffrey 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他信誓旦旦地跟满地残肢保证自己一定会把他们拼回去的，但前提是得先让伊丽莎白复活。他把残肢用垃圾袋装好，全都扛了回去。突然间有了这么多材料， Jeffrey 选择困难症都要犯了。不过好在最后还是紧赶慢赶给伊丽莎白拼了一具身体出来，剩下的残肢则被他倒进了紫色溶液里。暴风雨如期而至， Jeffrey 将伊丽莎白升上天空，只见一阵电闪雷鸣，一切似乎都如预料中那样顺利进行。
然而在 Jeffrey 没有注意到的角落里，冰柜中的那些残肢也被闪电击中，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光芒。等雷电结束之后， Jeffrey 将伊丽莎白降下来，他紧张地抓头发，期待地看着这个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完美女友。万万没想到，伊丽莎白一开口居然是妓女那个调调。此刻的她没有了自己的意识，全凭妓女的肌肉记忆行事。她动作僵硬地走到大街上，逢人就问要不要和她过夜。大多数人都被伊丽莎白奇怪的模样吓跑了，但也有色胆包天就喜欢这款的。路边的一个胖大叔就被伊丽莎白迷得神魂颠倒，他跟着伊丽莎白来到小旅馆，可两人还没亲热几秒，胖大叔就觉得浑身燥热难当。That was wonderful. 完事之后，伊丽莎白拿走了自己应得的报酬，一个人回到了酒吧。她奇怪的言行引起了地头蛇佐罗的注意。佐罗通过伊丽莎白胳膊上的 Z 字纹身，认出了这是自己手底下妓女的胳膊。他顿时怒火中烧，冲上去一把抓住伊丽莎白，逼问她 Jeffrey 的下落。见伊丽莎白不肯配合，他干脆给了伊丽莎白一拳。然而这拳竟然直接把伊丽莎白的头给打掉了。与此同时 Jeffrey 刚好找了过来，他看见伊丽莎白的惨状，痛心不已，赶紧把她给带了回去。佐罗则跟在后面一路尾随。到家后 Jeffrey 将伊丽莎白修好，这次醒来的伊丽莎白恢复了自己的意识。Jeffrey 面色沉重地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是自己把他复活了。Jeffrey 本以为伊丽莎白会害怕，没想到他听到这话后反而觉得非常神奇，把 Jeffrey 一通乱夸，夸得 Jeffrey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自我感觉良好，凑上前去想吻一下这个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完美女友。然而下一秒，伊丽莎白低头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她顿时惊恐地大叫了起来，不停地质问 Jeffrey 到底对她做了什么。就在 Jeffrey 给伊丽莎白解释的同时，佐罗偷偷溜了进来，并趁 Jeffrey 不注意，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佐罗此行是来收回妓女们的身体的，这些妓女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既然被拼到了伊丽莎白的身上，那伊丽莎白的身体就是属于他的。佐罗一边呼唤着妓女们的名字，一边拿出了他控制妓女用的毒品。伊丽莎白对他手中的毒品并无反应，但冰柜里的残肢却瞬间疯狂了起来。不知何时，这些残肢恢复了自己的意识，他们以一种诡异的姿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畸形怪物。他们抓住了佐罗不肯放手，将他拖进了冰柜，和他们永远在一起。伊丽莎白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忽然她有了一个主意。Jeffrey, you wake up. 不知过了多久 ，Jeffrey 的意识再次清醒。伊丽莎白利用他留下的笔记将他复活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Jeffrey 留下的溶液只对女性有效，所以伊丽莎白也只能给他换上一具女性的身体。此刻的 Jeffrey 终于能体会到伊丽莎白当初的恐惧了，在他惊恐的叫声中，全片结束。科学怪迹应该是致敬了1931年版的科学怪人。Jeffrey 的全名是 Jeffrey 弗兰肯斯坦，他的姓弗兰肯斯坦对应了科学怪人的男主角弗兰肯斯坦。两人都为了一己之私，盗用别人的尸体，创造出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怪物。而他的名 Jeffrey 则可能来自美国著名连环杀手 Jeffrey 莱昂内尔·达莫。两者结合之后，就有了本片男主角这个疯狂杀人的科学怪医形象。同样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的名字来源于科学怪人里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她的复活方式和脖子上2颗大螺丝钉的造型也都致敬了科学怪人。复活后那种四处张望的茫然神态，或许还参考了科学怪人的新娘。不过与科学怪人不同，科学怪迹似乎更多的是在讨论两性关系和对妓女的物化。以伊丽莎白的死亡为起点，男主变得越来越疯狂。在他复活伊丽莎白的过程中，一些阴暗的社会法则逐渐浮出水面。片中的伊丽莎白和妓女虽然都是女性，但她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2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边是圣女，一边是娼妓。在圣女这个阵营里，有母亲、妻子和女儿这些角色。伊丽莎白作为男主未来的妻子，是需要被尊重和认真对待的对象。她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立刻激起男主的同情与悲伤。而娼妓阵营里的女人则属于玩弄对象，男主将她们视为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物，而不是与他平等的人。当然啦，这一点在观看过程中是很难发现的。男主的阴暗面大多被他诙谐的表演所掩盖，观众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一个把事情搞砸的纯情大男孩，而不是一个漠视生命的科学怪医。所以剧情中特地设置了电钻钻头这种脑洞大开的桥段。
男主每一次使用电钻都会把埋藏在心底里的阴暗想法直接说出来，使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他对妓女生命的漠视。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当妓女全都吸嗨了的时候，男主甚至都有点绷不住笑了，所以我合理怀疑他一开始的打算就是要杀掉这一群妓女，而不是只想杀一个。其实将科学怪迹的剧情提炼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复活女友的故事，而是一个创造理想伴侣的故事。男主对两边阵营女人的需求非常明确，对娼妓他需要性感火辣的身体，对剩女他需要无条件的关怀与理解，两相结合才是他心中的完美女友。男主在普通人眼里只是一个性格古怪的失败者，连亲妈都不理解他的实验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些人中唯有伊丽莎白会真心夸奖他，认为他的实验非常了不起，所以在理解这块伊丽莎白是过关的。男主得不到现实世界的肯定，于是便逃往伊丽莎白这个满是称赞与肯定的温柔乡中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伊丽莎白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她平庸的身材引起了男主的不满。男主虽然没有直接明说，但伊丽莎白确实接收到了这个信号，于是他产生了身材焦虑，不停地尝试减肥，甚至连伊丽莎白的母亲都感知到了这种不满，时常劝女儿为了你好少吃点。类似的台词在后面也曾出现过一次，这次是酒吧的人劝妓女伊丽莎白少吃点，其隐含意思是劝她别发胖，别让嫖客不满。妓女以身体谋生，所以要满足嫖客的需求，而伊丽莎白作为一个体贴的未婚妻，她同样也被要求去迎合未婚夫的需求。为了减肥，她甚至同意男主给自己做缩胃手术。要知道这里男主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医生，而当朋友质疑这场手术的安全性时，伊丽莎白给出的理由仅仅是我都快嫁给他了，因为我快要嫁给他了，所以我得无条件的信任他。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这段关系成立的前提是男主永远都要处于主导地位，他与伊丽莎白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而当伊丽莎白不幸去世后，男主有了一次创造完美女友的机会。其实在影片的一开头，男主就已经可以让单独的大脑产生意识了，可他却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伊丽莎白恢复意识，而是疯狂地甄选自己喜欢的身材。改造过后的伊丽莎白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完美女友。这个女友拥有一颗理解他、体谅他的纯洁头颅和一具性感火辣的身材，她的身上几乎倾注了男主对女性的所有美好幻想。在伊丽莎白恢复意识之初，她也确实如男主想象中一样完美无缺，男主非常满意，所以想去亲她。结果下一秒，女主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改造，居然破天荒地指责了男主。男主瞬间就不习惯地后退，并且抓耳挠腮。 I had to make a few changes, that's all. There wasn't enough of you left to fry an egg with. 他不停地提醒伊丽莎白，我爱你，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打着爱的旗号，希望伊丽莎白能够接受改造，像从前一样理解他、体谅他，变成他幻想中的完美伴侣。如果电影就此结束，那这可能只是一部普通的 YY 之作。然而科学怪奇妙就妙在它的结尾，让男主经历了一遍和女主一模一样的遭遇。等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男主才能切实地体会到伊丽莎白当初的恐惧。最讽刺的是，此时伊丽莎白还把男主当初劝她的话给重新说了一遍，以此来劝说男主接受身体改造。All right, maybe I had to do a few unorthodox things, but, you know, things didn't turn out so bad. I mean,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d you're alive. And I love you, Elizabeth. Now more than ever, I love you. And we're go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our lives together, me and you. Granted, what I did may have been a bit unorthodox, but hey, you look great, and you're alive, and you're back with me, and I love you. I love you, Jeffrey, and we're together again, all of us. Together again. Together again. 片中主要的两个男角色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去压迫女人，现在他们都遭到了对应的报复。地头蛇以暴力和毒品控制妓女，于是他被妓女们组成的怪物残忍杀死。男主以未婚夫的身份要求女主无条件的迎合他，结果最后自己的头颅却被接到了女性的身体上。令他恐惧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改变，还有身份的改变，他被女性化了。试问一个早就习惯了站在高处去蔑视女人、压迫女人的人，怎么会接受自己被当作一个女人来对待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就请一键3连，咱们下期再见，拜拜。